女人本是29世纪的末世大美，结果因为一场竟穿越成了年代文里的恶毒女配。原主为了荣华富贵，舍弃了自己一对龙凤胎儿女，还给远在西北的丈夫寄去了离婚信。结果第2个月就和养父母下放去了西北，最后在那里活活冻死。莫安，你快换上沐雨的衣服，快！乔安一睁眼就见一个陌生女人神色慌张，焦急地扯着她的衣服。出于本能，乔安瞬间反拧住女人的手腕。莫安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可是你的妈妈。乔安听到这声音，没来由的一阵烦躁，脑海中2段记忆如潮水般逐渐交融，眼前的一切也愈发清晰起来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乔安冷笑一声，随手将塞过来的衣服狠狠扔在地上。为什么要换沐雨的衣服？我就喜欢穿着粗布衣裳。让你换你就换，废什么话？方慧是穆安的母亲，她惊慌地望向窗外，只见清算的队伍以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。乔安见状，一把甩开方慧，打开卧室门就往下跑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清算队伍的领头人叫王峰，是深州青委会的主任。他早就对穆家看不顺眼，刚一迈进大门，就听到屋里传来喊叫声：“小同志，刚才是你喊救命！穆家的灭顶之灾就要到了，我必须把自己摘出去。”显然这时候装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村姑最合适。同志，俺要举报穆家强抢民女，私藏金条。穆家强抢民女，你放心，我们青委会肯定会为你做主的。俺老家是金水镇莲池村的，俺姓乔。上个月穆林江带人来到俺家，非说俺是他们闺女，还强行把俺带走了。叔，俺想回家，你们送俺回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让劳动人民受一丁点委屈。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金条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来就战战兢兢的穆林江在听到金条的时候，浑身肌肉都绷紧了。藏金条的事，穆安怎么会知道？叔，俺看到穆林江书房里有暗格，那里面都是金条。金条俺在县城见过，绝对不会认错。金条？你确定是金条？确定，绝对是金条。万恶的资本家，俺们受苦受累，他们倒好，啥也不干，住大洋房开洋车，还非说俺是他们闺女，凭啥他们说是就是啊？俺是农民，3代贫农。胡说八道！你就是穆家失散多年的女儿，你叫穆安，当初是有人把你和我换了。让穆安代替穆雨下放的事，是全家人一致的决定，所以听到穆雨要和穆家划清界限，他们并不意外。穆家倒台似乎已成定局，穆林江实在舍不得自己宠了20多年的女儿去受苦。安，你这么说，爸爸真的太伤心了。我们千辛万苦把你找回来，你怎么能不认我们？我知道你生气沐雨占了你的位置，我们已经决定把他赶出家门了。孩子，妈妈求你了，不要和我们置气了好吗？原主穆安当初稀里糊涂的当着青委会的人认下了这门亲，这才导致了后来的悲惨结局。可惜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摆布的原主。你们说俺是你们闺女，有证据吗？他们当然没法证明。小说里这个年代科技很落后，夏国还没有亲子鉴定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个将他和沐雨调包的佣人前几天刚死，也就是说人证物证都没了。叔，俺带你去找金条。乔安说着，一把拉住王峰，径直往书房走去。小说里青委会抄家时，从书房暗格里搜出了金条，与其被他们发现，不如自己抢先一步立上一功。没过一会儿，王峰脸色铁青的走了回来，手里还拿着7、8根沉甸甸的金条。好啊，你们居然真敢私藏金条，果然是资本主义做派，把他们都带走。王主任，我不是穆家人，我真不是，她才是走资派的女儿，我是农民啊，您相信我。你自己看看，浑身上下哪有一点我们农民阶级的模样？你那一双手恐怕连衣服都没洗过吧？你们穆家还想来一出偷梁换柱，真是坏透了。那些带着红袖标的年轻人不由分说地将穆家人押上了解放车。王峰把乔安安顿好后，便急匆匆回了青委会。下午他还要组织一场大型批斗会。这一天深州的下午热闹非凡，公开批斗已经有一阵没搞过了，几乎小半个城市的人都涌向广场看热闹。批斗一直持续到晚上。青委会监狱里，沐雨蜷缩在墙角，下午的批斗把他吓得不轻，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骂穆家。沐雨，你一定要挺住，爷爷在地下室给咱们留了几箱宝贝，只要挺过这一阵，咱们穆家一定会翻身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沐雨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爸爸，我们要坚持多久？有朋友向我透露过，夏国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太久，最多2年。2年，很快的，家里有钱，有钱就有希望。2年过得快不快，乔安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自己要被闪瞎眼了。此时他就站在穆家老宅的地下室里，面前是一箱箱金银珠宝。小说里沐雨就是靠这些东西发了家。乔安心念一动，这些装满财宝的箱子瞬间都被收进了空间。搬空老宅后，乔安回到招待所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第2天一早，乔安来到青委会。叔，俺想让您给俺开个证明，证明俺和穆家没关系。你在这等着，我这就给你开。王峰在桌上刷刷写着，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印章往上一盖。好了，你拿着这份证明回去，没人敢为难你。谢谢叔，叔你真是好人。中午，
乔安已经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。直到下午5点，乔安终于看到了莲池村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核桃树。女人本是29世纪的末世大佬，结果因为一场意外，竟穿越成了年代文里的恶毒女配。乔安，这有你的信。信？难道是霍继云的？孙连才在镇上干了半辈子邮差，几个村的人他基本都认识。那好了，回家找人给你念信吧。谢谢孙叔。平日里的乔安可是闷声不响，今儿咋像换了个人似的？等孙连才走远，乔安拆开信封看了起来。信里从头到尾都没提过离婚的事，主要内容就是体谅乔安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并表示下个月开始多给公婆汇钱，从20涨到30块。乔安看到这里火一下就窜起来了。原主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，而且公婆也没提过，还天天嫌弃带着2个孩子在家白吃白喝。乔安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叫骂声：有娘生没娘养的小崽子，鸡蛋也是你们能吃的，今天我非得打烂你们的嘴。这声音是大嫂沈秀芳。哥哥，你别打我哥哥。稚嫩的声音满是恐惧与害怕。乔安听了心里一揪，猛地抬脚踹开大门。沈秀芳，今天你再敢动一下手，我跟你没完。孩子你都不要了，有什么脸在我跟前说这话？你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留下2个张嘴吃饭的小东西，我呸！老二家的不对，现在得叫你穆安了吧？你都跟老二离婚了，孩子也不管，家里咋管教和你没关系。刘胡英是乔安的婆婆，平时在家里最喜欢的就是折腾自己这3个儿媳妇。谁说我和霍继云离婚了？有离婚证明吗？2口子闹别扭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可能是声音太大，霍家剩下的几个人从屋里走出来，看到乔安，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有些异样。我赌气离家出走，你们就趁我不在家虐待我闺女儿子，你们老霍家真不要脸。再说了，我闺女儿子吃个鸡蛋怎么了？这几只鸡是霍继云买的，他闺女儿子吃1个鸡蛋都不行。什么叫鸡蛋是你们能吃的吗？沈秀芳他们不能吃，难道你能吃？你也配？二嫂，你出去一趟，怎么变得牙尖嘴利的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城里人学的那些臭毛病。说话的是老三王淑云，站在他旁边的是他小叔子霍继宇。什么叫牙尖嘴利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让霍继宇半夜去鸡窝偷鸡蛋，我都看见好几回了。孩子吃爹天经地义，怎么的你也管霍继云叫爹啊？都别说了，乔安家里这几只鸡确实是老二买的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一家3口在我这白吃白喝4年，你要这么论，那你欠我们可不少呢。每次刘胡英这么说，乔安就和斗败的公鸡似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吃人嘴短，原主在这个家里因为这事总是抬不起头来。如今我有了兜里这封信，非得让这家子把霍继云的钱给吐出来才行。我欠你们的，那你倒是给我个数，我砸锅卖铁还给你。还有这种好事？由于他们吵得太大声，再加上又是下工的时候，以至于周围围满了邻居。看到有这么多人，刘胡英心中一喜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和老二结婚4年，在我们家白吃了4年，你们娘仨就按1天5毛钱算，1个月就是15块，1年就是180，4年就是妈，4年就是720块。对，720块。你刚才可是说要还的，别反悔。妈，你确定是这个数？没算错？算错？怎么可能？就是这个数。今天乡里乡亲的都在，我也不怕丢人现眼。当初是你非要和老二离婚，跑到深州亲生父母那享福去，我们劝都劝不动，离婚信你也给老二了，估计这2天就有回信。当然，你现在要是后悔了，妈就帮你跟老二好好说说，一家人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也不用你还。不过你那块自留地得交出来。原来如此，他打的是这个算盘。自留地本来就是大队看原主男人支援大西北建设特批给原主的，这地我可以不种，但绝对不可能给刘胡英。奇了怪了，你干嘛一口一个离婚的？你就这么盼着儿子离婚？乔安说着从兜里拿出了霍继云的信。你说巧不巧，我回村的时候正好碰见孙叔，他把纪云的信给我了，我倒想看看纪云在信里怎么说。看到信封，刘胡英赶忙给霍继宇使了个眼色。二嫂，你又不识字，这信我给大家伙念吧。这信谁都能念，就你们老霍家的人不行。说着，乔安向着村支书走去。他高中毕业，在村里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人了。田支书，耽误你2分钟，帮我念念这封信。行，我给你念。无期乔安，见字如面，知道你照顾2个孩子很辛苦，我非常愧疚。这些年如果没有你，我不可能安心在西北工作。田永富念完信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好家伙，霍老二每个月给你们20块钱，就这还说人家娘仨在你们家白吃白喝。就是的，而且霍老二每个月可是汇了20给乔安他们3个当生活费呢。刘胡英咋好意思让乔安还钱？我都替他们霍家臊得慌，哪有这么欺负儿媳妇的？沈秀芳听到这些，才知道王淑云他们好像都知道这件事，唯独她和霍继峰被瞒在鼓里。妈，老三，
老二往家里汇钱的事你们都知道。见他们不说话，沈秀芳就更确定了。大嫂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就是嫌弃你没生出儿子，又欺负大哥老实。我男人的钱啊，指不定都让他们给老三家了呢。女子满心欢喜回婆家看望孩子，没想到因为一封信，才知道婆家竟多年来贪污老公寄回的钱。女子只是略施小计，婆婆便乖乖退还了老公汇回的钱财。王淑云可生了俩儿子，是老霍家的大功臣，钱当然没你的份了。乔安也不想拿男孩女孩说事，但没办法，这个年代的人就吃这套。刚才你们说我欠你们720块，但是霍继云这4年给你们汇了960块钱，也就是说现在你们欠我240块。乡亲们可都瞧着呢，别想赖账。刘胡英，你可积点德吧，这么欺负儿媳妇也不怕老了遭报应。人家乔安可是给你们家生了小子，你还这么对他，等霍老二回来能饶得了你吗？我要是你，趁早把钱给他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刘胡英的脸憋成了猪肝色，权衡利弊后决定先把钱给他。只要不拍电报，霍继云以后还是会给我们汇钱。2个小时后，乔安带着霍晨和霍宁回了自己房间。妈妈给你们留了吃的，乖乖在家待着。妈妈去镇上买点东西，晚上就回来。知道了，妈妈你一定要快点回来。说完，乔安关好大门，朝着村口走去。哥哥，你看妈妈真的变好了，她还说晚上给咱们做好吃的呢。霍晨却满心疑虑，不禁回忆起从前乔安常说的话。我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你们，早晚有一天我要去镇上找人把你们卖了。这太反常了，而且他刚才怎么说的？让我们2个乖乖在家等着，这不就是怕我们跑吗？我觉得那个坏女人想卖了我们。你还记得有一次她骗我吃鸡蛋，然后打得我一天下不了床。坏女人只要对我们好，就一定是想办法要害我们。乔安浑然不知2个小家伙在家里已浮想联翩，甚至怀疑他要卖掉自己。此时他正朝着村口走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晚上莲池村可热闹了。咋热闹了？就你消息灵通，快讲讲。还不是前几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霍家。深州不是来了一对有钱人家夫妻，说乔安是他们家闺女吗？乔安就扔下孩子，欢天喜地跟着走了。结果昨天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，一回来就在家里闹，说不离婚了，孩子也要带走自己养。为啥又回来了？深州可是大城市，听说他亲爸妈挺有钱，是大老板呢。这还用说，肯定被打倒了呗。想去深州享福没想上，这才跑回的莲池村。他也够不要脸的，我要是他可不好意思再回来。乔安刚走到附近，就听到树下有人在编排自己。说话的是几个年轻人，面生得很，穿着干净整洁，看样子是知青。在他们旁边的正是王淑云。听到知青们的话，王淑云立刻来了精神。我跟你们说，乔安就是个臭不要脸的女土匪。他自己嚷嚷着要离婚，还口口声声说不要孩子，昨天一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，还抢走我们240块钱呢。我是霍家老三的媳妇，说起来都丢人。乔安就是我二嫂。他可真够厚脸皮的，240块这么多钱，一年都赚不到。可不是呢，我们看在二哥在西北，觉得他可怜才多照顾点，结果可倒好，让恶狗咬掉一块肉。就他那样的蠢货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根本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。等以后还得哭着喊着回霍家。他还有脸回去？怎么没脸？你们是不知道，乔安这人脸皮厚得像猪皮，最不要脸了。乔安听到这些，径直走了过去，一靠近徐春婷，便闻到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。莲池村的人，我们也差不多都见过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长得好看，浑身还香喷喷的女人？难道是谁家新娶的城里小媳妇？王淑云看到这身打扮的乔安，也有些不可置信。这才一天，乔安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那脸和手看着都白了不少，还有这身衣服可不是普通的碎布头，镇上供销社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布料。我还以为知青多少有点文化，没想到和村里那些碎嘴婆娘一样，直肠直通臭嘴，只会满嘴喷粪。这些知青最低也是初中毕业，被乔安这么一说，脸瞬间涨得通红。你是谁呀？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？奇怪了，我说你们了吗？我指名道姓了吗？见过上赶着要饭的，还真没见过上赶着找骂的。你今天我非撕了你这张嘴！徐春婷扑上来就想薅乔安的头发，可没想到刚冲到面前，乔安侧身一躲，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，狠狠抽在徐春婷脸上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乔安，你怎么能打知青呢？是我怎么能光打知青呢？乔安说着，伸手一把抓住王淑云的脖子，左右开弓，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。昨天我太给你脸了是吧，王淑云？还敢在这跟知青编排我？大早晨的给我找晦气！不揍你揍谁？听到这话，徐春婷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个女人就是他们刚刚说了半天的乔安。就在这时，田永富坐着拖拉机朝村口驶来，远远的就看到这边乱成一团。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乔安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田支书，我刚走到村口，就听见王淑云和知青们骂我，
说我是女土匪抢钱，还说我臭不要脸，脸皮比野猪都厚。我要回我男人的钱，怎么就成抢了？我回家跟他们讲理，怎么就成了不要脸？田支书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田永富看着憋得快要翻白眼的王淑云，你赶紧把王淑云放下来，再不放，人都要没了。哦，乔安一松手，王淑云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。女子不过去镇上随便买点物资，却因抓了个小偷，稀里糊涂成了后勤主任跟前的红人，还顺势进了派出所，成了食堂员工。田支书，我和霍家的事您是知道的，现在就连知青都能骂我2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要去公社告状，我要写大字报，知青不好好上山下乡，专欺负我这种老实人。这年头如果被写了大字报，可是要被拉去批斗的。吓得几个知青连忙说道：不是我们，是徐春平和冯小丽骂的你，我们可什么都没说。对，我们真的没说话。你们几个瞎说什么？几个知青看情况不对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徐春平也要跑，结果刚要抬脚，乔安就挡住了他。你跑什么跑？我真的没说你什么，是你这个弟妹，她嘴贱骂你，我们也是被她给蛊惑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她说的，我们以为她说的是真的，这才跟着说了几句。昨天刚处理完霍家的事，今天这个王淑云就给我添堵。王淑云，你有完没完？是不是让我全村大喇叭广播，你们霍家干的那点缺德事你才满意啊？王淑云被撞得晕头转向的，等他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了他身上。我也没说什么啊，这些知青可是人证，要不要让他们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说的话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只是现在心情不好，被你气得头疼，胸口也发闷，我得去镇上卫生院看看，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你得赔。什么？赔钱？我没钱，不赔也行。我现在就去告诉霍季宇你是怎么拿着霍家的钱去接济你弟弟的。小说里提过王淑云是个伏地魔，总是从家里拿钱拿吃的给那个不争气的弟弟，而这些事霍家都不知道，我赔总行了吧？赔完钱后，一行人便坐上拖拉机去了镇上。晚上5点还在这集合，要是错过了，你们就只能自己走着回去了。乔安这次来镇上只是装模作样买东西，真正的目的是给霍季云拍电报，不然下个月那个石心眼的男人还会往婆家汇钱。从邮局出来后，乔安又去了供销社，买了2个暖瓶。买完后见时间尚早，便在市集里闲逛了起来。他正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时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大声呼喊：抓小偷啊！抓小偷！这时一个干瘦的男人逆着人群，急匆匆往外走，撞了乔安一下。不好意思。男人说完转身就要离开，才发现胳膊被乔安死死拉住。喂，道个歉就完事了？那你还想怎样？一句不好意思就想换走我20块钱？你这小偷还挺有礼貌啊！上辈子我可是从尸山血海中闯出来的，被人摸了钱包，要是察觉不出来，那不是白混这多年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谁是小偷？我告诉你，冤枉人是犯法的。听到这边的动静，刚才嚷嚷着丢钱包的女人立刻跑了过来。她长得挺富态，一看家境就不错，穿的衣服也是县里才能买到的高级货。大姐，你的钱包8成就是让他偷了。好啊，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偷钱偷到我头上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冤枉啊！我真没偷你钱包，我承认这小姑娘的钱是我偷的，但我真没偷你的啊！说完，干瘦男人把裤兜翻出来，外套也脱了，从里面拿出20块毛票还给了乔安。大姐，我真没偷你钱包。我的老天爷啊，我那可是公家的钱啊，这下我可怎么办呀？公家的钱被偷了。小说里好像王淑云就是在今天捡到一个钱包，然后上交表彰，才成了食堂员工。这么好的机缘抢也要抢来，小偷应该是把钱包藏起来了。乔安顺着集市一路找，愣是没看到钱包，却在一条小巷子看到了王淑云。她正坐在墙边的石梁上歇脚，就在她背后的地下有着一个黄色的钱包。王淑云正要把手里的篮子放到石梁上，只要她转身，一定会看到后面的钱包。不行，好事绝对不能便宜她了。王淑云，喊我干嘛？说话间，乔安顺势坐了下来，左手缓缓向后探去。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刚才花2块钱雇了辆马车，这不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显摆显摆，不然这钱花的不得劲。行了，你继续坐着吧，我再去采购点别的。他是不是有病？来找我就是为了显摆自己有钱。乔安随后去了镇上派出所，和小说里的情节一样，他把钱包交给了警察。没过2分钟，贺华就找来了。姑娘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不然我这个月工资可就没了，那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了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，当得知乔安独自一人抚养2个孩子，生活颇为不易后，这位热心的大姐二话不说，直接把乔安带到了所长办公室，向所长推荐乔安来食堂帮工，每个月能有10块钱的收入。手续办好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中午，便领着乔安来到食堂，让他熟悉下这里的环境。离开派出所时，已经下午4点多了。乔安出了2块钱，包了一辆马车，就回了莲池村。他躺在车的后座上，身下是2个小山一般的包袱。马车毕竟走得比拖拉机慢，
快到莲池村的时候，李秋生的拖拉机已经赶上了他。车上的人看到乔安悠闲地靠着包袱躺在马车上，别提多羡慕了。你们看他那个包袱，那形状看着像铁锅。我的天啊，现在一口铁锅要10多块呢，他可真舍得。有钱就是好啊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车夫一路将乔安送到家，乔安扛着2个大包袱走进院子。阿宁、霍晨，快出来帮忙！喊了2声，没有人回应。乔安把包袱放到炕上，找遍了正房和厢房都没看到人。乔安没多想，赶紧锁上大门，朝公婆家跑去。女子不过是出门采购物资，可当她回来时，孩子竟不见了踪影。心急如焚的她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山上发现了孩子的身影。接上集，乔安连门都没敲就闯进院子。老二家的，你又抽什么风？霍晨和霍宁今天来过吗？乔安没时间跟他们打嘴仗，眼看太阳沉下去，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2个4岁多的娃娃在外边太危险了。我们白天都去上工了，谁知道来没来？今天公公霍守田也在。昨天他一回家，听说乔安不仅要走了钱，还分家住，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给刘胡英他们一通骂，怪他们没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放走了乔安和2个孩子。老二家的，你看看，这刚搬出去1天，孩子都让你看没了。不是我说，你一个女人连个孩子都带不好，也就我们霍家不嫌弃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也不吃饭了，跟你一块去找孩子，等找着了你就带着孩子搬回来住，咱们毕竟都是一家子。刚才王淑云回来就和他们学了，说乔安买了1马车的东西，这些用的都是霍继云的钱，所以这些东西出去溜达一圈，必须还得回霍家的院子。我呸！谁摊上你们这一家子，真是倒8辈子血霉了！就你们这样的，还想贪我男人钱，门儿都没有！乔安说完转身就离开了，只留下霍守田呆呆地愣在了原地。乔安一边走一边问，终于在村东的地头上打听到了霍晨和霍宁的消息，有人看见他们2个下午抱着鸡蛋糕和衣服往后山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乔安不仅没有喜悦，一颗心反而揪了起来。后山有野兽，村里的人白天进去都要成群结伴，2个孩子居然敢往山上跑，而且眼瞅着天就要黑了。乔安顾不上别的，一头扎进后山，手电的光柱在林间晃动。乔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。哥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好像是妈妈。糟了，肯定是坏女人追过来了。阿宁，咱们快跑！我今天问过萧叔，他说翻过这座山就是省城，那里有大火车，咱们坐上去就能去西北找爸爸。哥哥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只要咱们到了西北找到爸爸，那个坏女人就打不到我们了。可她为什么昨天对我们好，今天就去镇上了？我听二壮他们说过，拍花子都是这样，先给小孩好吃的，然后就找买家把人卖了。妈妈不会卖我们的。霍晨的话说了一半，忽然停下了。他回手将霍宁拉到自己身后，随后警惕地看着不远处的灌木丛，那里正在剧烈晃动，发出扑簌簌的响声。一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，寂静的夜里能听到清晰的吼叫声。哥哥，是野猪！下一秒，野猪怒吼一声，低头朝霍晨冲去。霍晨死死挡在霍宁身前不动，一张小脸白得吓人。阿宁，你快跑！霍晨张开胳膊，他希望能给妹妹拖延时间，好让她逃命。就在野猪即将冲过来的一瞬间，一道身影从树丛中冲了出来，1刀、2刀、3刀，野猪轰然倒地，抽搐了几下，终于不动了。乔安转头看见2个孩子还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。霍晨勉强还能保持冷静，霍宁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看到孩子安然无恙，这一刻乔安才放下心来。过来吧，没事了。霍宁飞扑进乔安怀里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妈妈，我好怕。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乔安回头就看到了那头野猪，天黑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怎么也得有100-200斤。虽说现在不缺吃的，但如果放在这不管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妈妈可以相信你们吗？妈妈，可以。说着，乔安又看向霍晨。霍晨知道乔安这么问，一定是要做什么事。本来他并不相信乔安，总觉得他想要害他们兄妹。可是刚刚不顾生命危险来救我们，就算要害人，也不用这么拼命吧？霍晨思考了一会，随后默默点头，得到肯定的答复。乔安随手一挥，地上的野猪尸体不见了。霍晨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在地上找野猪，最后目光落在了乔安身上。这是我们的秘密，你们绝对不能说出去。和2个孩子约定好后，这才一起往山下走去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跑？我以为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是想去镇上找人把我们卖了。什么？你这脑袋瓜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就不能有点阳光的想法？你原来说过我们是拖油瓶，找到买家就把我和妹妹卖了。那我今天把话撂这，我不会卖你们，也不会再打你们。以后咱们3个是和和美美幸福一家人。还有爸爸。好，还有我的便宜老公，你们那个4年都不知道回来的爹。乔安回到家已经半夜了。第2天一早，乔安就拖着野猪肉去了大队长家。乔安掐着点来的，眼瞅着就要下工了。中午来来往往的人最多，给大队送野猪打牙祭这事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田支书是霍家老二媳妇，听声好像是
他怎么来了？田永富想起昨天夜里媳妇说的话，该不会是一宿了，孩子还没找着吧？哼，霍叔今天上工还说呢，昨天他们要帮乔安一块找孩子，他不干就算了，还骂霍叔是老阴货。估计今天上大队找人帮忙来了。田支书，你那天就不应该帮他。霍继云挣得多，给爹娘寄钱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乔安一个外人有什么可说的？田永富觉得赵东升这话说的难听，但也没有反驳。走吧走吧，先出去看看。哎，这时候大家伙都要回家吃饭去了，我上哪寻人帮他找孩子啊？竟给我添乱！乔安，你来大队有什么事？拉的这是什么？赵东升仔细看过去，发现床单上还有点血迹，心中骤然生出一个荒唐的想法。那木板上该不会是孩子吧？女子只是拿着猪肉去大队长家，谁能料到这一趟竟无端被人诬陷，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接上集，赵东升气势汹汹地冲到乔安面前，抬手就要打他。赵东升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他妈还好意思问我？昨天孩子丢了，霍叔好心说帮你找，结果你呢，居然骂他老阴货！有你这么大儿媳妇的吗？现在孩子死了，你倒知道来大队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等等，孩子死了？谁孩子死了？乔安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愣了1秒后突然明白过来，看来他们是把袋子里的野猪当成孩子了。乔安刚要张嘴解释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惨的老人哭声。老二啊，是妈对不起你，是妈没本事，不能替你看着孩子。此时正值下工的时间，听到里面的嚎叫声，路人纷纷围了过来。乔安，这可是你亲生孩子啊！昨天你拦着我们，死活不让我们去找孩子，你是不是诚心想害死他们？不就是因为老二寄钱孝敬爸妈吗？为这么点事，你至于做得这么绝吗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对乔安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。原来昨天晚上霍守田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，只要能把乔安哄回来，以后霍继云寄回来的30块钱，他们3家1家10块。所以今天沈秀芳才跟着一起来大队告状。我二哥在西北支援国家建设，把孩子交给我们，你非得闹分家。现在好了，孩子死了，你现在就应该投井下去陪这俩孩子。昨天乔安还问我看没看见霍晨和霍宁，我还纳闷呢，怎么就他一个人出来找？原来是故意的啊！这可是从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这和杀人有什么分别？要我说，这样阴狠的娘们就应该打死，一命抵2命。村里人就是这样，风向变得比翻书还快。前天他们还能帮着乔安骂霍家，今天就能帮着霍家骂他。田支书，你可得给我们霍家做主啊！乔安这种狠毒的女人，我们要休了她，让她滚出霍家，滚出莲池村。田永富虽说见多识广，但今天这场面还真是头一回见，尤其是看到袋子上的血迹，心里也不禁犯嘀咕。乔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也没给我机会说啊！田永富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心里更来气了。毕竟现在可是2条人命的事，他怎么能如此轻松？刘胡英哭不出来就别哭，趴那半天了，你倒是流眼泪啊！还有你们几个口口声声说帮我找孩子，你们倒是去找啊！我是绑着你手了，还是绑着你脚了？我说不让你们去，你们就不去。霍守田、刘胡英，我真是想不通。霍晨和霍宁也是你们的孙子孙女，你们俩怎么就那么狠心？难道说霍继云不是你们亲生儿子，所以你们才处处针对我们二房，甚至想杀了霍继云的一双儿女？你别说，乔安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霍继云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那可是没少挨揍。你们想想，怎么没见霍守田2口子揍老大老三呢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霍继云好像跟他们2口子长得也不太一样。不会吧？难道真不是亲生的？不光别人这么想，就连霍继峰他们也有点怀疑了。兄弟3人就二哥长得端正，个子也高，还是双眼皮，仔细一想，确实和我们长得不一样。不等他们细想，刘胡英又干嚎了起来。我们老霍家造了什么孽啊？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，2孩子都让你克死了，还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说着就要冲过去薅乔安头发。田永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伸手拦了下来。行了，都别闹了，这里是大队，不是你们家。乔安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同意离婚吗？这件事霍家没理，乔安似乎也没理，毕竟大家都以为2个孩子死了，他好像也没脸再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脆生生的小奶音传来：妈妈，你要和爸爸离婚吗？咋回事？不是说孩子死了吗？有人壮着胆子摸了一下霍晨的脸，软软的，还是热乎的。活人，是活人，孩子没死啊。不是出去玩了吗？怎么来大队了？妈妈，我们听人说爷奶在大队揍你，哥哥就赶紧拉我来了。我可不是来帮你的，只是怕你打输了连累我们。霍晨语气生硬，明明是有点关心，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乔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孩子不是死了吗？这不和前天一样吗？我啥都没说，就有人急着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。我说过孩子出事了吗？你们谁听我把话说完了？话音未落，乔安打开麻袋，
一头体型肥大的猪头露了出来。好家伙，这是野山猪啊，这么大，得有小200斤吧？乔安，这是哪弄过来的？昨天我去找孩子，误打误撞杀了一头野猪，本想着今天拉来大队给大家伙解馋打牙祭，结果倒好，刚一来就差点挨打。乔安啊，那什么，是我们欠考虑误会你了，你就别跟我们计较了。我哪敢跟你们计较啊？得亏国家不允许动用私刑，不然你们刚才还不把我打死。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们怎么可能打死你？你这话说的太严重了。还有你们霍家的，不就是想吞我男人的工资吗？连这种休媳妇的封建恶俗都敢用，也不怕我去青委会告你们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害死了孩子，演的那叫一个心疼啊！结果呢，连床单子都没掀开看一眼，装孙子给谁看呢？我们要是死了，爷爷奶奶才不会心疼。女子只是带着猪肉去大队长家，结果竟然发现婆家差点害死自己的孩子。有一次妹妹发烧，奶奶说过要是阿宁病死就好了，反正也是个赔钱的东西。你离开家那段日子，爷爷总是带我去河边玩，还说河里有好东西让我下去看看。我又不会游泳，为什么要下去看看？霍晨的声音不大，但一字一句说得非常清楚，大队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。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说谎？合着霍家的还真想弄死这俩孩子啊！我们可没有，这是我们霍家的种，怎么可能？谁不知道你们家偏心3房啊？现在日子过得这么紧巴巴，有脏心思也说不定。可不嘛，隔壁东坡村不就有一家人为了省下点口粮，把自己家孙女给卖了吗？你们家要就霍晨这一个孙子，肯定是当个宝。3房那不还俩孙子呢吗？这事还真说不准。大伙你一言我一语，对霍家的质疑声越来越大。行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反正以后你们霍家别来碍我的眼。我乔安就这么混，谁敢打我孩子还有男人的主意，我就弄死谁。不信你们就试试。说完，乔安拖着袋子就准备离开了。瞧着乔安提起野猪准备离开，田永富顿时急了眼。乔安，你听田叔说，这是真是我们不对。你放心，今天田叔拍胸脯跟你保证，以后莲池村绝对不会有人再为难你。再说了，这头野猪拉回去，你们娘仨也吃不完啊，你说是吧？我就喜欢看野猪烂了臭了，千金难买姐乐意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是我眼瞎，觉得您那天帮了我，想趁这个机会报答您，报答大队，哪成想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田永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方才的做法确实不妥。你们老霍家可真是心狠手辣，脏心烂肺，可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乔安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容易吗？你们当公婆的有没有点良心？瞧瞧人家乔安在山上打着野猪，还知道往大队带。霍守田，你冬天逮着3只野兔子，可都偷摸带回家去了。这要搁前几年，你就得游街批斗。乔安，叔叔大爷们今天看得真真的，你放心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往后他们要欺负你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就是肯定不答应。现在说的倒是好听，方才霍家人要揍我的时候，也没见你们谁上来帮把手。不过能拿一头野猪收买人心，这买卖倒也不算亏。田叔，今儿看在您和乡亲们的面子上，这头野猪我就留下了。太好了。但是霍家还有赵东升家，一块肉都不许分给他们，不然你们怎么吃下去的，就怎么给我吐出来。田叔给你做主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成，我们娘仨嫌野猪肉骚气不爱吃，也不用给我们留。霍晨、霍宁，咱们回家。你等等，刚才是我们闹了误会，爸给你道歉。说完，霍守田给乔安跪下了。在农村，老人给年轻人下跪那可是折寿的事。这个老东西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你一个女人家平日里上工也挣不了几个工分，连粮票都挣不到，光靠着老二汇来的钱，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？这年头想买东西光有钱可不行，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票子，像什么粮票、肉票、糖票、布票，五花八门的。这样吧，你带着孩子回家住，我跟你发誓，家里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娘仨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我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让你跪了吗？你爱跪就跪呗，多跪跪对膝盖说不定还好呢。乔安才不吃他这一套，想用这招逼他就范，简直是打错了算盘。换做别的小辈，公公给自己下跪，这事儿传出去可是要被人骂死的。还有，别跟我提工作的事儿，我现在可是镇上派出所食堂的员工，咱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人。说着，乔安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递给田永富。差点忘了，田叔，这是派出所开的工作证明，以后我就不在大队这边上工了。田永富打开一看，还真是金水镇派出所的红戳。乔安可以啊，不声不响的，居然给自己找了个有水这么大的工作，难怪看不上野猪肉了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在派出所好好干，你要是不放心孩子，中午可以让他们来我家吃。行，到时我让孩子去您家吃。乔安说完便拉着孩子离开了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爸爸不在，他们才这么欺负我们呀？以前是妈妈太软弱不懂得反抗，才连累你们俩受苦，不过以后不会了，只要妈妈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你们。乔安心里清楚，
就算霍继云在，恐怕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他压根就不是霍守田和刘胡英的亲生儿子。妈妈把野猪给他们了，咱们吃什么呀？阿宁想吃肉了，那妈妈回家给你们做红烧肉吃。没过多久，一桌子菜就摆满了桌，红烧肉的香味飘得老远。但今天的邻居们无人在意，因为田永富把那头野猪分了，所以今天中午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炖猪肉吃。第二天，乔安又去大队找田永富，让他找人给家里接电线糊窗户。结果刚走到大队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：“资本家下放到咱们村来了。”可不嘛，听公社书记说，还是深州的大资本家呢。那把他们安排在哪啊？咱们村可好几年没接收过这种人了。我记得乔安现在住的那个老房前头不远，是不是有个牛棚啊？就把他们安排在那儿吧。也行，那地方就适合他们这种走资派。他们说的资本家不会是穆林江吧？小说里穆林江一家好像在深州批斗了将近1个月才下放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举报，又或者中间出现了什么事，导致才短短几天他们就要下放来了。女子不过是前往大队找人，谁能想到渣爹一家居然下乡改造，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邻居。乔安啊，今天来大队有啥事啊？田叔，我想找人给我住的房子接电糊窗户。田永富这才想起来，那老房子荒了好几年，又破又旧，肯定得拾掇拾掇。我今天就给你找电工，不过接电挺麻烦的。我给钱，5块够不够？5块，别说接电糊窗户，这都够一家1个星期的开销了。怪不得都传乔安是个败家娘们儿，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啊！够了够了，下午就把这事给你弄了，晚上保准让你们家亮了灯。好嘞，谢谢田叔。前2月你亲爹亲妈不是派人来村里接你吗？我记得你亲爹亲妈是不是就住深州？好像姓穆吧？听到田永富的试探，乔安就更加确定即将来到莲池村接受改造的是穆林江一家了。您别提了，那可不是我亲爹亲妈，他们就是想让我去给他们的女儿当替死鬼，多亏我机灵跑回来了。不是亲爹亲妈？当然不是了，不然您想想，放着那么有钱的人家不住，我干嘛跑回来啊？以深州青委会的本事，确实也不能让乔安这个资本家的亲生闺女跑了。田叔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回去吧，下午我让人过去。离开大队，乔安又去自己的自留地看了一眼。现在地里是霍家种的白菜，看到地里一片绿油油的嫩叶，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。他挽起袖子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把地里所有白菜全给拔了扔出去。我的亲娘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好端端的白菜让你拔了干什么？乔安没抬头都听出来这是沈秀芳的妈邓玉芬的声音。我自己的地愿意拔就拔，愿意种就种，你管得着吗？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论辈分，你得叫我一声婶。我可没你这样的婶，别跟我硬靠关系。乔安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女人拉着2个孩子，在村里要是没有婆家帮着，不定怎么受欺负呢。这地是我闺女和霍继峰种的，就算你们分家了，也得等白菜收了再把地收回去啊。你是吃霍家奶长大的，这么帮着他们说话，那怎么没见你昨天把猪肉分给他们点啊？贱皮子，说话给我干净点。我男人1个月给我寄30块钱，我还有工作，养活2个孩子辛苦吗？倒是你啊，我听说嫁进他们沈家连钱都没摸到过，好不容易能把这钱，公婆男人都死了。话说到现在，你见过30块钱长啥样吗？用不用我给你看看啊？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非得整死你个小贱货。我等着，你走道可小心点，别还没整我呢，自己先死了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能有几天好活啊？家里要实在穷，我给你出点钱准备棺材吧。牙尖嘴利算什么本事？男人在西北待了4年都不回来，外边肯定有小的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这么懂，难道外边有老的了？这么大岁数了羞不羞啊？怎么还想拼个儿子啊？还生得出来吗？对于这个年代的女人来说，名节很重要，即便是岁数大的女人也一样。邓玉芬听到这话，臊得满脸通红，跌起脚丫子就跑了。乔安继续拔他的白菜，那些干活的人看他的眼神不由得多了几分忌惮。清理完自留地，乔安这才回家。中午，乔安从空间拿了1小条牛肉，做了牛肉炖土豆。霍晨和霍宁没吃过牛肉，他们只是觉得这个肉的味道和昨天的好像不一样。妈妈，以后真的天天有肉吃吗？当然，妈妈不是答应你们了吗？我听爷奶说过，肉可贵了，没有人能天天吃，肯定是乔安现在手里有钱，所以才买得起肉。等钱花完了，估计就要吃糠咽菜了。明天妈妈要去上班了，我会把中午饭给你们做好，中午放在灶上热一下就行。你们会用灶吗？我会。那就行，烧火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把房子给点了。我知道，你省着点花钱，我们俩也不一定要顿顿有肉的。妈告诉你一个道理，钱不是省出来的，是赚出来的。霍晨刚想说什么，忽然想到乔安有能让东西一瞬间消失的能力。或许乔安还有别的神秘的本事，能赚到很多钱。我不在家，你要照顾好妹妹，可以出去玩，但记住我们之间的约定，
妈妈的秘密你们2个绝对不能说出去，不然咱们3个都会死的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说的。那就行。吃完午饭，乔安在厨房刷碗，顺手把麦乳精的罐里都换上了奶粉。麦乳精糖太多了，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2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必须要多喝奶。下午，田永富亲自带人来到了老屋，刚一进门就闻到了还没飘散的肉味。厨房的门没关，他扫了一眼，好家伙，那房梁上挂着猪肉，还有腊肉。反正花了钱，乔安心安理得的在屋子里躺着。田永富帮着他们一起糊窗户，糊窗户很快，可能是因为他给的钱多，他们还顺手把大门给他装上了。等他们都干完活，乔安才慢吞吞的从正屋走出来。田叔，这是工钱，就辛苦您分给大家伙了。等工人们走后，乔安拉住了田永富，偷偷从兜里拿出一盒大钱门，塞进田永富手里。田叔，这是我特意从镇上供销社买的，想着谢谢您，昨天心里存着气，忘了给您了。哎呦，这哪成啊！乔安，田叔啥也不说了，以后你但凡有什么事就来找我，田叔绝对不说二话。有您这句话就行。乔安一向记仇，之所以这么讨好田永富，是因为心里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女子只是第一天去食堂上工，没想到只是买了点好菜招待领导，就被同事排挤，差点丢了工作。接上集，乔安第一天上班，他5点就起了，从莲池村走到镇上得1个多小时。等乔安来到食堂，就听到后厨的喧闹声传来。今天县里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，你就拿这些破菜招待？什么叫破菜？你自己看看食堂还有什么菜？都快11月份了，你说我还能变出什么新鲜花样来？说话的是秦凤，她年近50，是派出所食堂的正式工，在这儿工作的年头比所长都长，大家平时都客客气气的喊她秦姐。秦凤，你也是咱们食堂老人了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好好去找找路子，甭管是县里的采购员还是个人都行啊。每次一来领导就拉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金水镇派出所穷的揭不开锅了呢。本来不就穷的揭不开锅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这就是攀比。就现在这时节，哪个镇上不都一样？领导一来就大鱼大肉的招待，这纯粹是助长歪风邪气。放在前几年，秦凤这话确实没毛病，但按照小说里的情节走向，这场持续多年的特殊风暴眼瞅着就要结束了。如今各地政策都在悄然变化，早就不是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了。什么歪风邪气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先不说领导，就咱们自己吃饭，你瞧瞧，1个月30天有20天吃的都是土豆萝卜，所里又不是没给你钱，你就不能去买点别的菜？买什么买？私人买卖那是违法的，亏你还是派出所的人呢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私人买卖虽说不符合规定，但其实也没到违法的程度，而且在当下这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贺主任，您说那大领导要在咱们这吃中午饭还是晚上饭啊？孙部长大概10点左右到，中午在咱们这儿吃午饭，下午就回县城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去帮您找找菜。我老家是王柳村的，那儿有个国营农场，还有几个挺大的生产队，他们有搞温室种植的。贺华也听说过温室种植，但那些温室种出来的菜，一般都直接被县里或者省城抢购走了，根本轮不到金水镇。你有办法从那儿买菜？我大表兄在国营农场上班。听到这里，贺华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门道。那你赶紧去想想办法，一定要快，现在都8点了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乔安出了金水镇，就拐进了一处无人的角落，从自己的空间里取出一些蔬菜，便匆匆返回了金水镇。还没到派出所，远远就瞧见贺华在门口焦急地等着。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买回来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在这儿呢。走走走，快去食堂让我看看。秦凤正在食堂里嗑着瓜子，看到贺华和乔安进门，立马就站了起来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话音刚落，他就看到乔安把布包放在桌子上，开始往外掏东西。新鲜的韭菜、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，最后是4个苹果。这小妮子还真弄来这么多菜，而且还有需要果票才能买到的特供水果。这苹果比国营商店里卖的好多了。乔安，你可真有本事，今天我得记上你一功，真是太及时了。一个新人上班第1天就弄来这么多稀罕菜，这不是当众打我的脸吗？我倒要看看今天要是没我这个厨师，贺华怎么收场。想到这里，秦凤忽然捂住肚子。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我了。秦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得厉害，得赶紧去卫生院，疼死我了。秦凤一边喊着，一边缓缓往外走去。秦姐，你怎么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？领导马上就到了，我们都得去开会，你要是不在，谁给领导做饭啊？我不管，我都快疼死了，还做什么饭？我要去卫生院。秦凤捂着肚子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。贺华心里明白秦凤是在装病，可他实在没办法，也拦不住。这个老顽固，成天给我拖后腿，要不是看在他是老员工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他处理了。领导马上就到了，我上哪儿再找人做饭去啊？贺主任，要不让我试试？贺华上下打量了乔安一眼，20出头，一副村里姑娘的打扮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虽说大多都会做饭，但做出来的往往都是些家常便饭，很难登上大雅之堂。乔安一看贺华这眼神，就知道他心里不太相信自己。贺主任，我做饭真的还不错，您要是不信，
我现在就先做一样，您尝尝。要是觉得好吃，您再用我。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你赶紧准备，随便做个啥让我尝尝就行。好嘞。乔安应了一声，转身就钻进了后厨。5分钟后，贺主任您尝尝。贺华拿起馅饼就咬了一口，全然不顾刚出锅的馅饼有多烫。好吃。我看咱们食堂没多少肉，就没敢多放，给您加了半个鸡蛋。那肉得留给孙部长他们吃，你没放就对了。你这馅饼做的是真不错，比国营饭店卖的韭菜盒子好吃多了。乔安，中午这顿饭我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得给我争口气啊！您放心，我肯定好好表现。贺华根本就没时间看他，2张馅饼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。贺主任，这个苹果您拿去吃，韭菜味大，正好清清口。这不太合适吧？这些都是用公家钱买的，我怎么能吃呢？这是买菜剩下的钱，您收好。另外，这个苹果用的不是公家的钱，是我表哥给我的，您就放心吃吧。贺华一听，心里觉得乔安这孩子真是懂事，但他还是摇头说道：“苹果你留着回家给孩子吃吧。”贺主任，待会您不是要陪领导开会吗？要是让人闻见韭菜味，影响不太好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苹果我收下了，乔安你就留在咱们这儿好好干，以后但凡有正式工的名额，我一定先想着你。有您这句话，让我干啥都行。贺主任您去忙吧，我现在就准备中午饭。此时马上就10点了，贺华收起苹果，匆匆离开了食堂。女子不过是随意煎了几个大饼，没成想那绝妙的味道竟让领导赞不绝口，摇身一变成了国营饭店的大厨。今日来到食堂用餐的领导共有4位，分别是孙部长、秘书以及蒋所长和李副所长。孙卫国此次前来金水镇身负视察重任，近1年来宛州县的破案率一直处于低谷，他在省城没少因此挨批。这次深入各个乡镇，就是要好好敲打基层人员，严令他们别再浑浑噩噩混日子。下个月之前破案率务必提高15%。孙部长，这是我们食堂新来的帮工小乔，今天秦姐肚子疼去卫生院了，所以这顿饭是小乔帮忙做的。要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孙部长您多多包涵。孙卫国顺着那诱人的香味，目光落在了餐桌上，只见一盘馅饼，一盘葱花饼，还有西红柿炒鸡蛋、焖茄子、土豆炖豆角，角落里还摆放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。菜品虽不算多，但每一道都散发着勾人的香气。菜看着不错。行了，让小乔去给其他同志做饭吧。乔安回到后厨，开始为派出所的其他人员准备饭菜。后厨还剩下不少大葱，他便干脆将其全部做成了葱油饼。蒋所长啊，不是我说，咱们县总共5个镇，就你们所的破案率最低，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正吃得津津有味的蒋玉顺听到这话，瞬间觉得嘴里的葱油饼都不香了。不是说好了不谈工作吗？怎么又绕到这上面来了？我们一定努力，尽快让破案率提上去。这事你可得上点心啊！咱俩年纪差不多，难道你就想一辈子窝在金水镇，不想往上升迁吗？那肯定是想啊，光想可不行。离年关就剩3个多月了，你们镇最近不是有个盗窃团伙吗？刚才看资料，这案子都过去半年多了，连个小偷小摸都抓不着，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蒋玉顺和副所长2人苦着脸对视了一眼，顿时没了吃饭的心情。那一整盘馅饼都被孙卫国和秘书吃得精光，2人撑得直打嗝。行了，我今天来也不是专门为了骂你们。我这还得去高庄镇，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。孙卫国说完便匆匆离开了。那伙小偷配合的太默契了，每次都连人赃并获的机会都不给咱们。那也得想办法抓，不然年底咱们去县里开会，脸往哪搁？就在这时，乔安从后厨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盘子。蒋所长、李所长，我怕你们吃不饱，特意留了2张馅饼，还有葱油饼。小乔是吧？所长好，我叫乔安。不错，听贺华说这些菜也是你从国营农场那边想办法买来的。我表兄在那上班，所以能托关系。蒋玉顺咬了一口馅饼，韭菜的馨香与猪肉的鲜美瞬间在口中迸发开来。难怪刚才孙卫国能一口气吃6个，这味道真他娘的香啊！小乔啊，这菜你以后还能弄来不？能，而且不需要票。太好了，以后从贺主任那之前就由你来负责买菜，咱们所又不是没钱，你瞧瞧咱们这一天天吃的，简直比改造资本家的日子还苦。蒋所长，秦姐说个人买卖违法，我有点怕。你别听他瞎扯，政策其实已经放开了，我下午给你开个证明信，证明你是替咱们所采购的。放心吧，在金水镇没人敢为难你。有您这句话就行，那我干。蒋玉顺和李强吃完饭就离开了。派出所的大部队这时也来食堂吃饭了。今天咱食堂是怎么了？居然吃葱油饼，这味道真香啊！可不嘛，难道秦姐转性了？拉倒吧，我上午就看见秦姐往家走，肯定不是她做的饭。打饭的时候，乔安去了厕所，不在食堂。等他一走进食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他。贺华笑着给大家介绍起来，才知道今天的饭菜都是乔安做的。乔安在食堂一直待到4点才下班。下班后，他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一个地方——金水镇董家湾，宛州县最有名的黑市。乔安刚走进董家湾的巷子没多远，就碰到一个长着3角眼的男人。来干嘛的？家里没钱，
过来走点东西。知道规矩吗？知道知道。乔安赶忙从兜里掏出5毛钱，这是董家湾黑市的规矩，想要在这儿进行买卖，必须交5毛钱的管理费，这可是董家湾老大定下的规矩。去吧。乔安从始至终都用围巾捂着脸，没人能看清他的模样。很快，乔安找了个位置，把空间里的部分水果蔬菜都摆了出来。果然，东西刚一摆好，就有人前来询问：苹果怎么卖？1块钱一个，这么贵？这苹果可不是普通供销社里卖的，是特供水果，1块钱已经很便宜了。那人拿起苹果看了看，只见苹果又大又红，色泽鲜亮，一点都没有蔫的迹象。你有多少个？5个，5个我都要了，便宜点呗。我家里婆婆病得快不行了，就指望这点钱救命呢，真没法还价了。那人一听，心里不禁有些过意不去。这种品质的水果不要票子就算了，才卖1块钱，确实不算贵。行吧，我全要了。乔安卖的东西稀罕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所有东西都卖光了。乔安正准备收拾包走人时，忽然看到远处一阵骚动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见旁边的人四散奔逃。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刚来黑市第1天就碰见市管会抓人，可不能被抓到，不然刚刚到手的工作就没了。乔安来不及多想，扭身就翻进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也不知道在里面躲了多久，屋内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他妈的，刚才让那个娘们给跑了，不过我记住她身形了，只要再让我碰见她一次，绝对能认出来。乔安躲在菜缸后面，小心翼翼地探出半个脑袋。这不就是上次在市集上撞到的那个小偷吗？小偷怎么会在黑市？难道他就是董家湾的老大？女子只是闲来无事逛趟黑市，没成想意外闯进小偷老巢，索性大手一挥，直接把对方家底搬空，溜之大吉。耗子哥，为啥非得抓那个女的呀？她有啥特别的？原来她叫耗子，还真是人如其名，长得那叫一个贼眉鼠眼。你们没瞧见她卖的东西吗？苹果、茄子还有豆角啥的，这些东西现在可都是稀罕货。要是能问出她的进货渠道，以后咱们把货全包圆了，那得赚多少钱啊？耗子哥，咱们仓库里的东西也不少啊，也不缺他那点玩意儿。就是啊，就这一间房里的东西，少说也值个4、5千块钱呢，何必盯着一个娘们不放呢？我特么真想敲开你们的脑袋看看，里面装的到底是啥玩意儿？是不是拉屎的时候都拉到脑袋里去了？没瞧见现在市集都放开了吗？照这形势，以后黑市都快干不下去了。咱们就指着这点存货，要是没有个独门的赚钱门道，以后还怎么在皖州混下去？知道了，耗子哥。还有，以后你们偷东西都给我小心点。上次在市集，要不是为了掩护你们俩逃跑，我至于亲自出手吗？还差点让一个女的给抓住，想起来就窝火。耗子哥，我们以后肯定注意。什么以后？等仓库里这批东西出手了，年前大家都老实点。最近派出所正盯着咱们呢，千万别让他们抓住把柄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处传来3长2短的敲门声。市管会的人走了，咱们出去吧。几分钟后，小院恢复了安静。乔安从菜缸后面小心翼翼地走出来，目光投向院子里唯一的一间房子。刚才他们说这是仓库，里面还有上万元的物资呢。来都来了，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？乔安轻轻地开门，只见里面堆满了一摞摞的木箱子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将东西一股脑地收入空间，然后迅速离开了。2个小时后，耗子带着兄弟们来到库房，他们谈了一笔大买卖。要是这次生意能做成，至少年前所有人都不用出去偷东西，还能过个好年。此刻他们站在仓库门前，看到掉落的锁头，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板猛地窜到后脑勺。耗子艰难地抬起手，缓缓推开仓库门。仓库里空空如也，干净的连根毛都不剩。耗子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耗子哥，这可咋办啊？咱们所有货都没了，要不报警吧？蠢货，咱们干的本来就是违法的事，你特么还报警，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任老板可是交了定金的。我特么哪知道，等耗子哥醒了再说吧。第2天一大早，乔安就去食堂上工了。乔安啊，我今天听大家伙说，你做饭比国营饭店的厨师还好呢。我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这食堂以后要不就你做饭吧，我也能趁机轻松轻松。秦姐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昨天那几个菜换谁做都得被夸，主要是菜新鲜好吃，跟我的手艺真没多大关系。您才是真厉害，寻常的土豆萝卜到您手里都能做出国营饭店的味道，这才是真本事呢。乔安一边说着，一边顺手从包里拿出2个苹果，这是他来的路上就准备好的。秦姐，以后还得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呢，我就是个农村妇女，啥都不懂。秦凤看着那2个红彤彤的苹果，再听乔安这么一说，心里的气顿时消了一半。那也是你找来的食材，说到底这功劳也有你的份儿。秦姐，您千万别这么讲，这不就是沾了我表兄的光吗？蒋所长说以后让我负责采购，我买回来的东西还得仰仗您帮忙把关呢。行吧，那我就帮你盯着点，你先去把土豆洗了，洗完就去买菜吧。好嘞。乔安应了一声，挽起袖子就开始干活。秦凤毕竟是老员工，也没真把他怎么着。乔安暂时不想和他树敌，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弄辆3轮车，再把空间里的东西处理掉。洗完土豆，乔安就去了办公室找贺华。之前
派出所一天伙食费标准是人均5毛，最近警察都外出调查盗窃的案子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所以最近的伙食费涨到了人均7毛。对于一个镇的派出所来说，这已经非常多了。难怪大家都挤破脑袋想进公职单位，这待遇确实好啊。村里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都不到1块钱，可派出所每人每天就有7毛，我这个帮工1个月才赚10块钱，都不够人家吃半个月饭的。乔安拿钱的时候注意到办公桌上有个翻开的小红本，边边角角都翘起来了。贺主任，您这小红本能送我吗？你要这个干啥？你自己没有吗？我没有，以前不识字大队就没发给我，现在我认识不少字了，就想着提升自己。这本有点旧了，要不我去给你拿本新的？不用，我就想看看您这本，跟您学习先进思想，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入党呢。拿去吧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以后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。谢谢贺主任。拿着今天的伙食费，乔安又去了偏僻的小巷里，从空间拿出了部分蔬菜，还有一条五花肉，就回了派出所。回派出所经过市集的时候，居然又看到了耗子。今天的耗子看起来有点阴郁，感觉整个人身上都冒着杀气似的。就在乔安与耗子擦肩而过时，已经走出几步的耗子突然停住，猛地回头看向乔安。这身形和昨天在黑市里见到的那个女人一模一样，没错，就连走路的姿势都丝毫不差。耗子因为仓库的事心急如焚，任老板的定金也给退回去了。现在兄弟们一无所有，这个年怕是要喝西北风了。今天他带着兄弟来大集，就是组团偷东西来的。要是能把乔安手里的进货渠道搞到手，他们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女子只是去镇上采购物资，没成想随手抓的几个毛贼，竟是困扰派出所多年的犯罪团伙。乔安正走着，突然在一个小胡同被耗子他们拦住了去路。你们想干啥？给我上，把他绑起来。片刻之后，几个大男人竟被五花大绑的躺在地上。乔安走出胡同，找到一个电话亭，赶忙给派出所打去电话。你好，我是食堂的乔安，你们快来9毛胡同，我抓到了几个小偷。打完电话，乔安又回到小胡同，静静等着警察到来。另一边派出所里，刚才我们接到食堂帮工乔安打来的电话，说是在9毛胡同抓到什么贼了，让我现在过去。我跟您请示一下。9毛胡同？对，她一个乡下女人还能抓贼？乔安做饭还行，但是说她还能抓贼，我可不信。算了，我跟你们一块去看看。蒋玉顺带着2个警察赶忙朝9毛胡同赶去。才到胡同口，他们就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求饶声。姑奶奶，你就放了我们吧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我现在就给你钱，30行不行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们是小偷，是坏人。我虽然没上过学，但也知道什么叫见义勇为，什么叫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别说30，就算是300，也休想收买我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别的不说，乔安这位女同志的思想觉悟真是高。很快，他们来到现场。蒋玉顺一看地上躺着3个大男人，再转头只见乔安悠哉地靠在墙边，毫发无伤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蒋所，他们是小偷。我刚才在大集上看到他们偷东西了。偷来的钱包呢？藏在建设街中间垃圾桶后边了。小梁，快去建设街的垃圾桶那看看有没有赃物。几分钟后，小梁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手里还拿着4个钱包。蒋所真的有钱包？好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脱罪。小梁，去通知所里过来抓人。是。几分钟后，耗子他们被派出所的人带走。小乔，你一个女人是怎么把他们5个大男人抓住的？蒋所，我要是说了，您可别笑话我。这有什么可笑话的？你说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我爸妈嫌我吃得多，把我带到山里扔了。山上一个老道士把我捡回去养了几年，那几年他教了我不少功夫。后来他死了，我才下山回家。乔安说的倒也有几分实话，原主的养父母在饥荒那几年确实把他扔了，他也的确是被道士带回去养了几年。但要说叫什么功夫，那就是纯扯淡了。回到派出所，乔安跟没事发生似的，把买来的菜带去后厨，给秦凤打着下手。下午，乔安忙完食堂的工作，正和秦凤坐着聊天呢，有人来叫乔安，让他去派出所一趟。小乔，上班第2天就给咱们所里立了一大功，我必须得谢谢你。你说想要什么奖励？钱？奖状还是想涨工资？蒋所，我抓小偷可不是为了奖励，我就是想进步。如果您非要奖励我的话，那就给所里买个3轮车吧，以后我替所里出去采购装货方便，还能买得多点。去贺主任那申请吧，让他给你买。蒋所，我认识专门倒腾自行车的，改装的3轮车比咱们自己买能便宜30呢。咱们所的钱还是花在刀刃上吧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去找关系，有100块钱就能攒一辆3轮。行，那可太好了。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，您看以后能不能让我骑着3轮上下班？3轮的保养费我出，
保证不会弄坏。这都是小事，3轮车你随便骑。谢谢蒋所。蒋所长二话不说给了乔安一张自行车票，还有100块钱现金，让他去买3轮车。乔安离开派出所就包了一辆驴车回了村里。乔安一到家就去了厨房，给2孩子烧起了晚饭。他伸手从绳子上扯下一根灌肠，动作却突然僵住。房梁上原本应该有5根灌肠，1条五花肉和2条腊肉，可现在灌肠居然少了1根。阿宁、霍晨，你们俩过来一下，你们2个中午吃的什么呀？吃的妈妈做好的饭啊。还吃了别的东西没？没有呀。没吃灌肠吗？我和哥哥都够不着呢。乔安这才意识到他俩还都是小不点儿，家里又没梯子，确实没办法拿到房梁上的灌肠。奇怪了，那灌肠怎么会少1根呢？妈妈，今天前院王大壮带着2壮和3壮来咱们家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大壮哥哥和我们玩捉迷藏呢。我和哥哥躲在柴火垛后面，他们笨笨的，半天都找不到我们。原来如此，是吗？那看来还是我们家阿宁和霍晨聪明。出去玩吧，一会吃饭。做好晚饭，乔安端着饭菜来到正屋，只见霍宁和霍晨已经乖乖坐在凳子上。妈妈，明天要是大壮哥再来，我不让他们进门了。你们照常和他们玩，没事的。这个小家伙还真聪明，这么快就明白家里进贼了。这个女人犟得很，根本不听劝，等家里的肉都被偷完了，她就知道着急了。后院王家，太好吃了，真香啊！你小子就属你馋。妈，要不是我，你们可吃不上这灌肠。是呀，我大孙子最厉害了。奶，明天我还带着2壮和3壮去找那俩小傻子玩。我瞧见他们家房梁上还有猪肉和腊肉呢。你当乔安傻呀？家里丢了东西他能不知道？知道又咋样？他又没证据，就算他找上门来，咱们死不承认，他能把咱们咋地？这就叫吃哑巴亏。谁让他家里东西那么多，天天又是肉又是鸡蛋的，凭啥呀？女子只是回婆家待了几天，没想到那狠心的渣爹一家居然也下乡改造来了，还不偏不倚成了他的隔壁邻居。耗子等人被派出所抓走后，董家湾黑市没了5毛钱的入场费又热闹了起来。乔安手里的自行车票留着也没啥用，趁着去黑市溜达的功夫，顺手就卖了100块钱。晚上乔安回村时就觉得今天气氛不对。铁民，你们这是干啥去？村里是不是出啥事了？资本家下放到咱村了，就安置在你家前面的牛棚，大伙都跑去看热闹了。听说可是从大城市来的呢。还真来了。乔安到家时还没来得及和霍晨、霍宁说话，就往牛棚那跑去。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围在牛棚旁边，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。咱村都好些年没见过资本家了，这次一来就是一大家子，可真是新鲜事儿。你们瞅瞅那小姑娘，白白净净的模样，可真俊呐。俊有什么用？下地干上2个月的活，照样和咱们一样。就是，他们是资本家，来咱们这可不是享福的。现在是农闲时节，算你们运气好，但也别想能逃避改造。明天开始跟大队的人一起下地挖渠，早晨5点出发，不许偷懒。可别说我没提前警告你们，如果态度不积极，别想分到菜和粮食，这个冬天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。谢谢田支书，我们保证会好好改造。方慧说话时，视线从那帮看热闹的村民身上扫过，惊诧过后，目光落在乔安身上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了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你是穆安？穆家人听到这名字，齐刷刷的抬起头，顺着方慧的目光看了过去。穆安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来看我们笑话吗？小贱人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把你带回家，好吃好喝照顾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放什么屁呢！你们把我带到深州，不就是想让我替你们女儿下乡吗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死性不改，小心我去青委会告你们，拉到公社批斗你们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做，爸妈真的很伤心。谁是你姐姐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我呸！我回村的车票可是深州市青委会主任给买的，我啥身份你们不清楚吗？少在这儿攀关系，不然有你们好看的。既然来了我们莲池村，就老老实实改造，别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乔安的话提醒了田永富，那天他试探过乔安，乔安回答的天衣无缝，而且理直气壮。如果她真是木林江的女儿，再怎么着也会心虚。乔安再霸道凶悍，也不过是个没文化的村姑，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件事上说谎。闹什么闹？知道这是哪吗？乔安是我们莲池村的人，丈夫可是支援西北建设的工人，是你们可以随意诋毁的吗？我看你们在深州还是没改造好，今天晚上也别睡了，去村里拾粪。明天早上要是没减够50斤，中午就别吃饭了。方慧一听顿时慌了神，他们坐了1天车，身子都快散架了，好不容易到地方能歇会儿，结果大晚上还得去拾粪。田支书，我们知道错了，
真不是故意的，您就高抬贵手吧。抬个屁！我劝你们现在赶紧走，趁着天没黑，还能多捡几块粪呢。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这就去10份。田支书，您能不能给我们5个筐，再给几个夹子呀？10份要啥夹子？这份都冻得邦邦硬，直接用手捡就行。筐自己去大队拿，要是弄坏了就扣你们粮食。行了，大家散了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乔安离开的时候，把手里一直拎着的布兜子递给了田永富。田支书，我听说您表弟是镇上机床厂的什么主任，我现在给派出所当帮工兼职采购，想看看能不能搭上一条关系，以后从机床厂那买点新鲜东西。原来是为了这事啊！我表弟耿秋生确实是在机床厂，是后勤处的主任，采购什么的都是他说了算。那可太好了，下次您去镇上带着我见见。没问题，这事好办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霍晨和霍宁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妈妈，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妈妈去看了场大戏，等着，妈妈这就给你们做饭。半个小时后，3人围坐在桌前吃晚饭，而穆家人一个个抱着竹筐，借着月色在路上拾粪。这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我们现在要忍，忍到政策松动，只要有机会回深州，我们就能翻身。小贱人，居然不顾血缘关系落井下石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他好看。就算想报复乔安，也不能急于一时。他是咱们穆家的人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如果能想办法和青委会举报，再联系上乔安的养父母，说不定还真能定了他的罪名。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这么干。现在在莲池村没吃没喝，认识的就只有乔安。要是定了他的罪，咱们可就一点外援都没了。当务之急是把他哄好，想法子从他那儿弄些吃的喝的，等咱们站稳脚跟，再跟他慢慢算账。小雨，青委会那个徐峰副主任不是说打过电话叮嘱社书记照顾咱们吗？找个机会去公社，要是能见到公社书记，就跟他接触接触。我知道了。穆家来莲池村已经有半个月，这半个月他们没再找乔安的事。乔安在田永富的帮助下，顺利和机床厂后勤处主任耿秋生牵上了线。女子只是给远在西北从军的丈夫寄去一封家书，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一封信，让离家3年迟迟未归的丈夫下定决心今年回乡过年。接上集，自从那天家里丢了一根灌肠之后，几乎每天都会少点什么。今天是1小节猪肉，明天是半瓶油，后天是白糖。这天早晨，乔安故意将5块钱放在案板旁边，还将1块手掌大小的肉随意丢在灶台旁边。要是今天有人来家里玩，记得引他们到厨房，让他们瞧见这钱和肉。霍晨眼珠一转，似乎明白了乔安的用意。我知道了。这些天派出所里没什么活，可中午吃饭的人倒是多了些。虽说秦凤做饭又敷衍又难吃，但好在乔安总能弄来些反季的新鲜蔬菜，倒也能勉强应付。厨房里，乔安刷碗的时候算了一下寄信的时间，霍继云应该收到我的信了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回信。另一边，正如乔安所料，霍继云确实收到了他的信，而且都反复看了3遍。团长，我知道你想媳妇，可也不至于一封信翻来覆去看好几遍吧？这个月3营训练成绩倒数第1，从今天起3营加训1小时。团长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再多废话加练2个小时。我这次的探亲假批下来了，一共3个月，1个星期后就能离开部队回家。霍继云说着，拿起钱就往家属楼走去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了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霍团长，你给这么多钱？我的探亲假批下来了3个月，下周要回老家，这些钱你留着和小涛过年用吧。啊，你今年不在这儿过年了？回家过。4年来，林婉早已习惯霍继云过年时来家里帮忙，陪他和儿子吃年夜饭。他甚至幻想过，要是一直能这样该多好。这时范涛正好放学，一看到霍继云便噔噔地跑了过来。霍爸，今天在我们家吃饭吧，我妈买了1块猪肉，留了好几天就等你来呢。林婉也抬头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在食堂吃过了，你们娘俩留着吃吧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霍团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个你穿多大的鞋？我给你绣2双鞋垫。部队发的鞋垫挺好的，小涛前一阵还跟我抱怨说大集上买的鞋垫穿上总跑。你有这时间还是给小涛绣吧。说完，霍继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，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怎么还跟个木头似的？我好歹也是纺织厂的厂花，就算现在守了寡，在这大院里也是长得最好看的女人。这4年，只有除夕那天中午，霍继云会留在家里吃饭，平时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来送1次钱，从不会踏进家门。下午4点，乔安准备下班去黑市卖点东西。他收拾好东西，跟秦凤打了声招呼，就去了车棚。刚要骑车走，突然发现车钥匙落在食堂了，于是又起身返回食堂。刚一进门，就发现秦凤在后厨那偷偷摸摸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乔安没吱声，蹑手蹑脚的凑了过去，发现秦凤竟然在倒油。
他先把后厨食堂的油倒进了一个罐头瓶，然后又将另外一个瓶子里的油倒进后厨的油壶里。要说偷食堂的油倒还能理解，就算看见了也不会说什么，毕竟秦凤经常顺走食堂东西，早都见怪不怪了。可他为啥要换油呢？而且一换就是1瓶，他家里就4口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啊。秦姐，您这是干嘛呢？秦凤后背猛地一紧，连忙把玻璃瓶藏到身后。没干嘛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哦，我车钥匙落这了，回来取的。乔安说着，从墙上取下钥匙便离开了食堂。秦凤长舒一口气，把食堂大门反锁，又躲进了后厨。乔安来到自己在黑市摆摊的老地方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就有人来问价。地上的蔬菜没一会儿就光了。如今镇上有了鸡床厂，那些工人兜里揣着钱，却买不到啥好东西，黑市就成了他们常来的地儿。今天的菜和水果都卖光了，乔安面前的大布包里就剩下2包绿豆糕。绿豆糕怎么卖？5块钱1包。5块，太贵了吧？我这有试吃的，您尝尝就知道了，1分钱1分货。女人捏起一小块放进嘴里，绿豆的味道清新浓郁，外皮酥软可口，确实好吃。2包我都要了，以后你还卖绿豆糕吗？当然卖，不过也得碰运气。这么好的点心不一定每次都能搞到。明白明白。最后2包绿豆糕也卖出去了。乔安拿起大布包准备离开，可刚往巷子口走了几步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虽然也裹着围巾，但身上的衣服没换，乔安一眼就认了出来。他不是最瞧不起个人买卖和黑市吗？我好几次跟他说黑市有好东西，他还不高兴呢。今天咋自己跑这儿来了？怀着满心的好奇，乔安悄悄跟在秦凤身后。很快他就发现秦凤和一个中年妇女低声交谈着什么。过了一会，秦凤把自己包里的玻璃瓶递给了那个中年妇女。中年妇女打开闻了闻，随后掏出1卷钱交到秦凤手上。2人完成交易后，秦凤脚步匆匆地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秦凤熟门熟路地找到站在墙角的男人，2人嘀咕了一会，对方给了他2瓶装有食用油的瓶子。乔安顿时糊涂了。秦凤既卖油又买油，他图什么呢？偷食堂的油卖给黑市，那往食堂油壶里灌的又是什么东西？要知道食堂里只有我和秦凤2个人，而且那些油还是我采购回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倒霉肯定是自己。乔安心里涌起一丝不安，决定周一早点来食堂看看后厨的油到底有啥猫腻。